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源上古徽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验，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 这就是虚拟游戏的真实感吗？灵气、威压、秘境和传闻一模一样，战力88对150，有点差距，但有新手 buff 加持，应该能拼一拼。第一层 BOSS 土莲就在这10门之后，先拿到初始道具和技能，稳步提升，不能急。BOSS 土莲已就绪，请做好战斗准备。 BOSS 土楼已登场，战斗开始！迎刃击！迎刃击，迎刃击，迎刃击！任何刃破，停顿。 迎刃击，迎刃击，迎刃击！屠戮，妖力100。迎刃攻击！ 终于拿下第一层，土纹护腕和土系抗性，这下应对后续土系 BOSS 就轻松多了，等级也提升了，战力涨到125。接下来该挑战第2层的木系 BOSS 了。
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哎呀，土灵护体！破！瞄准弱点，破！铁骨！Yes! Yes! 灵刃击击，灵刃破！双灵盾！灵刃终极！获得战利品木灵玉佩。BOSS 羽芒釉彩已击败。巨蟒幼崽已击败，木灵玉佩加持，土木双属性，战力又提升了。接下来前往第3层，继续闯关。第3层开启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土木双呼。土灵刃。土灵破甲。玄龟甲效果解除。土木水三灵盾。三灵刃横扫。三灵刃击，土灵斩。现在，呀！灵藤禅，三灵中地。该一切好。土木水三灵中击。玄龟的水系攻击果然凌厉，寒潭寒气也差点拖垮我，还好木灵之夜派上了用场，土系攻击刚好克制他的弱点。现在晋升到炼气2层初期，战力涨到230，灵藤缠柱也升级了，还得到了水灵珠，和木灵玉佩，土纹互啄形成协斗。下一层烈焰山谷是火系 BOSS， 刚好可以用水灵珠的水系抗性应对。看来我的闯关之路越来越顺利了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原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三灵刃息，三灵刃息。双灵刃合，三灵刃合气。耶！三灵破。三灵钻。三灵刃息，虎灵斩。爷子们，砍插带者。就是现在！灵藤禅，三灵中击。土木火三灵中击。BOSS 赤焰兽已击败。若打你宠我奔，还想要深诱？等级即将提升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土灵刃击！双灵刃合！山土壁立，三灵刃合击！三灵破！三灵破！三灵盾！三灵刃击！土灵斩！灵眼，就是现在！闪鼠破，三灵中击！呀！呀！BOSS 岩甲巨蜥已击败。第6层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源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验，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这共工仕途的妖力比前几层 BOSS 更凝练，水系气息厚重，还能催动法天象地，必须小心应对，不能大意。死灵刃击！死灵法相，现我双灵刃合。人使臂力，起！四灵法相，全力御！四灵刃，合击！四灵破！还在顽抗，这最后的屏障必然是强弩之末，集中灵气突破，就能结束战斗。四灵盾！水灵咆哮！借助法天象电挡下声波，快速击碎碎片，不能被水晶碎片击中。四灵玉碎！四灵剑射！就是现在，借助战斗的契机，突破到炼气2层初期，用四灵之力终结它。水覆天丝！水灵破，四灵终击！人！土木火水四灵终击！报扔祭坛图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验，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四灵刃击进阶。先试探水穹盾强度，寻找破绽，同时做好闪电击准备。水穹盾战！共攻猎头枪！技能威力太强，借助灵活闪现避开核心攻击，再全力抵御残余冲击。四灵巨刃和。木灵缠绕，破水石。火灵粉水，四灵破击，进阶。耶！分身与本体夹击，必须借助灵活躲闪拉开距离，再逐个破解。火灵粉水，四灵刃息，破！哼！四灵回忆，破牢。四灵回忆，进阶，破！境界即将突破，趁势发力，击溃 BOSS。Yes！ 就在此刻，突破境界，终结 BOSS。四灵合一，终结，破万法。
BOSS 还在挣扎，不可大意，稳住防御，等待最佳终结时机。死灵回忆，进阶，终结！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验，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紫灵浴火破！戳出新 BOSS， 用水属性灵气克制，先试探火金琼盾强度，寻找破绽，同时做好闪电准备。火金琼盾。四灵巨刃和秦气灵。四灵浴火克。四灵刃击瞬发。
四灵欲火，破！耶！等级提升，战力3比炼器2层后期。四灵刃击，强化！焚火所欲若化。四灵回忆，进阶！最后一击必须稳住，用水属性灵气彻底压制，终结 BOSS。法天象地，四灵焚天！战力提升明显，新技能可更好应对火属性敌人。下一层雷泽古域大概率是雷属性 BOSS， 需提前做好准备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比1问原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这就是万妖塔第9层雷泽谷地，空气中的雷属性妖好浓郁，还有黑暗气息。看来这层的 BOSS 不简单，得打起12分精神。人类，亮出你的全部实力！他的威压越来越强，看来很快就要动手了。我得提前凝聚灵气，做好应对的准备，绝不能被他的气势压制。来了，他的突进速度好快，水属性克制雷属性，
木属性能提升我的灵动性，这样搭配刚好能避开他的攻击，还能减少雷系伤害。趁他被震退的间隙发起反击，金火属性主攻，水木土辅助，既能造成伤害，又能试探他的防御强度。看来他的防御也并非无懈可击。水克火木助灵，这样的组合果然有效。有点本事，竟能接下我的雷暴突击。不好，他要释放大招了！这股妖力比刚才强太多，还夹杂着黑暗气息，必须切换金土属性，用最强的防御挡住这一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给我碎！我看你这防御能撑多久！金土属性联动，防御果然更强。不过这技能的黑暗侵蚀太诡异，得尽快化解。顶住！金土护盾一定要顶住！这黑暗侵蚀在慢慢渗透，我得集中灵气加固护盾，只要撑过这一击，就能找到反击的机会。他的大招还在持续，不能一直被动防御。武灵联动既能提升攻击威力，还能克制他的雷系妖力。火木主攻，金身辅助，土属性稳固自身，这样应该能打破他的攻击。不可能！太好了，他果然闪避了，虽然没能直接击中，而且我的武灵之力能克制他。太好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武灵灵气和雷泽的雷灵粒子在共鸣，这种感觉好强烈，难道是突破的契机来了？太好了，只要能突破，就能彻底压制这个 BOSS。受死吧！这招足以将你化为灰烬。他在蓄力更强的大招，我必须抓住这个共鸣的机会，快速突破。突破之后，我的武灵术法威力会大幅提升，就能轻松化解他的大招，彻底击败他。突破了！我终于突破到炼气4层初期了，灵气比之前凝练了太多，武灵之力更加强大，这种感觉太棒了。接下来该轮到我反击了。突破了！炼气4层初期，武灵之力的威力又提升了，这一招足以击败他。不，我怎么会输给一个人类？这就是炼气4层初期的力量了。武灵附天的威力远超我的预期，他已经身受重创，再也没有反抗的能力了。这场战斗我赢定了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你已经输了。这一击结束这场战斗，我还要继续前进，登顶万妖塔。我不甘心，雷公大人，我没能守住雷泽谷地。这枚雷属性灵液蕴含着浓郁的雷力，还有乔宫符文碎片，正好能和我之前获得的碎片搭配，强化武灵术法。接下来该前往第10层了。战斗结束了，得尽快会稳固突破后的境界，把雷灵体力融入武灵灵气中，让实力彻底稳定下来，这样才能应对下一层的挑战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雷泽谷地的挑战已经结束，下一层是风泽秘境，风属性 BOSS 应该会更灵活，我得提前做好准备，运用武灵之力继续突破，绝不退缩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源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克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这就是万妖塔第10层风泽秘境，空气中的风灵粒子好浓郁，还有轻微的雷属性气息。这层的 BOSS 是风加轻雷属性，灵动性肯定很强，得打起12分精神，灵活运用武灵雷锋之力，还要做好高空打斗的准备。风雷突进！来了，他的高空突进速度好快，风属性克制轻雷属性，木属性能提升我的灵动性，风雾能阻挡部分伤害，这样搭配刚好能避开他的高空突袭，还要借助风灵废字借力，保持灵动，不能被他缠住。武灵护罩，风木加持。他的威压越来越强，风翼煽动的力度也在加大，看来很快就要发起高空突袭了。我得提前凝聚武灵雷锋情气，做好应对准备，绝不能被他的气势压制，还要兼顾高空闪避的技巧。人类，亮出你的全部实力，让我看看你这武灵雷锋之力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武灵锋刃破！风旋雷刃！不好，他要释放大招了！
这股妖力比刚才强太多，还结杂着风灵气浪。高空释放的话，冲击范围会更大，必须切换金土属性，用最强的防御挡住这一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金土联动，才能抵御住这风旋雷刃的重击。去！防御，武灵金石凝，顶住！金土护盾一定要顶住！这风旋冲击在慢慢侵蚀护盾，雷光也在消耗我的灵气，我得集中武灵雷锋灵气加固护盾，只要撑过这一击，就能找到高空反击的机会，绝不能放弃。武灵雷锋击！不可能，你的武灵雷锋之力怎么会克制我的轻雷系妖力？我绝不会输。武灵联动，噬火加御雷。他的大招还在持续，不能一直被动防御。武灵雷锋联动既能提升其威力，还能克制他的轻雷系妖力。火木主攻，金水辅助，土属性稳固高空姿态，风属性借力加速，这样应该能打破他的攻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武灵雷锋击！不可能，你的武灵雷锋之力怎么会克制我的轻雷系妖力？我绝不会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武灵雷锋灵气和疯子的风灵体雷灵碎片在共鸣，这种感觉好强烈，难道是突破的契机来了？太好了，只要能突破到炼气4层中期，就能彻底压制这个 BOSS， 高空打斗也会更从容，武灵雷锋之力也会更加强大。风伯风云，稳住，不能急，要慢慢引导灵气共鸣，让武灵雷锋之力与风灵弟子雷灵碎片彻底融合。只要突破成功，武灵雷锋附天技能就能解锁，到时候就能轻松压制他的大招。一定要抓住这个突破契机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风伯风云，突破炼气4层中期，武灵雷锋附天，蓄力！风伯风云，爆！武灵雷锋附天，出！要撤出他的大招，他的妖力已经紊乱，只要再坚持片刻，就能击溃他的防御，给他致命之击。这场对决必须赢！不，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刚刚突破的人类？风伯的力量绝不会这么弱。他的妖力已经彻底溃散，风伯迅也消散了，现在就是给他致命一击的最好时机，不能给他任何反扑的机会。用武灵雷锋的全力终结这场决，拿下这层的胜利。你的妖力已经耗尽了。武灵雷锋双重吸！我不甘心！太好了，这些战利品太实用了。风灵碎片和风伯符文碎片能和第9级得到的雷灵碎片、乔攻符文雷锋兹联动，进一步强化武灵雷锋之力。风属性灵晶还能补充我的灵气，为下一层的挑战做好准备。看来这场辛苦的对决值得了。这是毒杖，是淡紫色的毒杖，还有蛇类的声音。下一层难道是毒杖沼泽物？毒杖肯定有很强的腐蚀应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幸好这次得到了不少战利品，应该能应对下一层的挑战。不过还是要小心谨慎，不能大意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源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验，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我以2次挑战万妖塔第11层的腾蛇，皆惨败而归。他金丹初期的木地罗妖力太过强悍，我独立4层中期的修为根本护罩都撑不住片刻。今日我便借万妖塔的灵气炼化5行碎片，定要击败腾蛇，闯过第11层。闯了10关，5行碎片惨了不少，那就借助你们突破5行布局就绪。接下来便从金生水开始炼化第1组碎片，突破至炼气4层后期。金生水，借金灵凝气，水灵解毒，炼化这2组碎片，便可突破至炼气5层，迈出提升境界的第一步。炼化完成，金生水之力入体，我已成功中突破至炼气5层，护具也随之升级，灵气更加强劲。下一步冲击炼气6层。接下来是水生木，借方才炼化的水灵之力滋养木灵碎片，炼化完成，便可突破至炼气7层，
进一步提升抗木毒能力。水生木炼化完成，我已突破至炼气7层，木灵玉佩升级，抗毒能力大幅提升。服下清障丹，彻底抵御腾蛇毒瘴。下一步冲击炼气8层。木生火，借木灵之力引燃火灵碎片，炼化这组碎片，突破至炼气8层。火灵之力还能克制腾蛇的阴寒毒瘴。木生火炼化完成，雷锋之力加持，护具大幅升级，我已突破至炼气8层，战力再上一个台阶。火生土，借突破丹之力引燃土灵碎片，炼化完成。土系护具升级，经脉韧性大增，再也不怕灵气冲击。下一步冲击炼气9层。土生金，借土灵之力反哺金灵，炼化这组金系碎片，突破至炼气9层，让五行之力更加强劲，为冲击9层铺垫。土生金炼化完成，我已突破至炼气9层中期，护具全面升级，五行之力循环顺畅。下一步冲击炼气9层巅峰。剩余碎片全部炼化，继续冲击，直达炼气9层巅峰，做好冲击金丹的最后准备。炼气9层巅峰，引天地灵气，借万妖塔之力，今日必成金丹，显我法相。五行贯体，金丹凝形，法相初显。这一刻，我已触摸到金丹大道的真谛。炼气9层巅峰突破金丹初期，法相天地成，五行循环圆满，护技加持拉满，天地灵气为我所用。这一次，我定要击败万妖塔第11层的腾蛇，一雪前耻，成功闯关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这就是万妖塔第11层毒瘴沼泽，空气中的木毒粒子好浓郁，还有强烈的腐蚀感。这层的 BOSS 是木加毒系吞蛇，动作虽然笨重，但腐蚀力肯定很强，得打起12分精神，灵活运用木毒之力，还要做好沼泽闪避的准备。他的威压越来越强，毒瘴浓度也在加大，看来很快就要发现现在我得提前凝聚木毒灵气，做好应对准备，绝不能被他的气势压制，还要兼顾沼泽反应，闪避机警。土刺毒玉，他的土刺攻击又快又狠，还夹杂毒池，风木加持刚好能提高我的灵动性，抵御轻微毒池。侧滑动作能避开土刺，借助风灵粒子借力，还能快速切换站位，不能被他的土刺困住。武灵锋刃，嚯！风木助怒，金火主攻，这样的组合果然有效，反击能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他的毒灵护盾虽然坚硬，但也能被我的武灵锋刃撼动。接下来要继续保持灵动，不给他人喘息机会。不好，他要释放毒瘴技能了，这股妖力比刚才强太多，还夹杂着强烈的毒池感。沼泽中毒瘴扩散更快，必须切换金土毒玉属性，用最强的防御挡住这一击，否则会被毒池重伤。金土联动防御，毒玉化解毒池，才能抵御住这毒瘴土系的重击。武灵滴石迎，武灵毒玉也，给我碎！他的毒瘴还在持续，不能一直被动防御。武灵雷锋毒玉联动，既能提升攻击威力，还能克制他的毒系妖力。
火木主攻，金水辅助，土属性稳固姿态，毒域克制毒齿，这样应该能打破他的攻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武灵联动，是我家族刃。武灵雷锋毒域吸。武灵雷锋毒域联动的威力果然更强，既能攻击，又能克制他的毒系妖力，再加把技就能突破他的防御。沼泽反击优势已经显现，火闪虽然厚重，但也消耗了不少妖力。腾蛇摆尾，列队。金丹突破，灵光加持，成了！突破到金丹中期了，金丹灵光更加强劲，金丹虚影也完全解锁，这下就能彻底击溃他，结束第11层的挑战，准备前往第12层灵域秘境，应对白泽侍女的挑战。金丹武灵击，武灵雷锋破土。第11层挑战结束，这就是第12层暗门，妖力波动不弱，还有幻术波动，看来下一层是会正的。不过我已经突破到金丹中期，还解锁了金丹基础神通，新增了抗性，一定能应对。争取突破到金丹后期。毒灵晶和土灵晶刚好能滋养我的武灵之力，金丹碎片能进一步凝练金丹，为第12层突破到金丹后期，应对白泽侍女的幻术攻击做好准备。白泽侍女擅长幻术，我得提前适应幻术波动，幸好突破后抗性全面提升，应该能抵御大部分幻术伤害。灵域秘境，我来了！白泽侍女，不管你擅长幻术还是近战，我都能凭借金丹神通和武灵之力击败你，突破到接金丹后期，继续攀登万妖塔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比1问原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这就是灵域秘境，英白的玉灵粒子好浓郁，但也有强烈的幻术波动。白泽侍女擅长幻术，还有御系术法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，激起幻术抗性，不能被她的幻术迷惑。白泽幻阵引武灵幻术玉，还是淡淡木系灵气的幻阵，还好我突破后新增了幻术抗性，武灵幻术玉刚好能抵御他的试探，必须快速警惕。他擅长幻术，大概率还有后手，不能被动防御。白泽幻阵幻魅惑幻音扰，幻象加幻音，双重干扰。还好我的幻术抗性能分辨出本体，风灵加持让我更灵活，只要避开幻象干扰，无视幻音，就能直击本体，发起反击，不能给他治愈的机会。分身幻象，看我破你！武灵雷锋破幻，武灵玉刃斩。找到了，破幻光刃果然有效，既能破解幻术，又能发起攻击。他的玉灵护盾虽然坚硬，但只要持续发力，就能打破他的防御，占据主动。灵域虎火燃，白泽幻阵困。不好，他要释放组合大招。灵域虎火看着有腐蚀力，还有完整版幻阵，威力肯定很强，必须用金加玉加土联动防御，既能抵御火腐蚀与重击，又能借助玉灵之力强化防御，抵御幻术，不能被他的大招击中，更不能给他治愈的时间。去！武灵金石凝，金丹灵光呼，金土玉联动防御果然强劲，能抵御住他的组合大招，但虎火的腐蚀力很强，防御盾消耗很大，幻阵也在持续干扰我，得尽快寻找反击机会，打破幻阵，不能一直被动防御，否则他会趁机治愈自身。武灵雷锋覆天，金丹玉灵破幻，破幻与攻击协动，既能驱散幻术，又能攻击他的本体。金丹进阶神通的威力果然更强，再加把劲儿，就能打破他的玉刃攻击，发起致命反击。白泽幻阵强，玉灵玉和强化版的幻术加治愈，还好金丹进阶神通能彻底破解他的幻术。他受伤了再治愈，这正是发起反击的好机会，必须打破他的玉灵护盾，阻止他治愈，压制他的妖力，不给他喘息的时间。金丹玉灵破幻，给我死！不可能，你竟然能彻底破我的幻术！灵气在共鸣，玉灵妃子能凝练我的金丹，金丹碎片也在助力，这是突破到金丹后期的契机。只要突破，就能解锁完整的金丹进阶神通，彻底击败白泽侍女，结束第12层的挑战。可恶！白泽幻阵绝杀，灵域虎火燎原。金丹突破，进阶神通全开，成了！突破到金丹后期了，金丹进阶神通全开，幻术抗性也更强了，这下就能彻底击溃他，结束第12层的挑战。
金丹武灵归一，武灵玉刃归一。玉灵晶能进一步凝练我的金丹，木系灵灵晶可以提升我的木系抗性。白泽符文碎片和金丹进阶碎片应该能帮助我解锁更强的金丹神通，为第13层的挑战做好准备。不知道下一层会是什么秘境 ，BOSS 又会是什么属性？玄冰寒玉、冰翼，好强的纯水玄冰双属性妖力，还有刺骨的寒气。看来下一层是极寒对抗，我的木系火力灵气会被克制，必须小心应对，争取突破泡到金丹圆满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好刺骨的寒气，这就是玄冰寒玉。冰翼的水系加冰系妖力好强，我的木系火力灵气被明显克制，必须时刻保持火灵加持抗寒。这是一个双性 BOSS， 相当于有2个血条，看来这个挑战有难度啊！小心应对他的冰封攻击，不能被控制住。冰冷天射，看，武灵火与暖，武灵金土固，果然是冰冷攻击。还好火灵能抵御寒气，金土能防御冰冷，但我的火系灵气被克制，持续抗寒会消耗大量灵气，必须节省灵气，寻找反击机会。冰灵天射息，寒雾锁灵扰。武灵金雷，嚯！武灵玉刃斩！冰灵天射，不好，还要释放组合大招，冰灵天射的威力大幅提升，还有玄冰结界要困住我的木象火系灵气被克制，必须用金加土加玉灵联动防御，同时维持火灵抗寒，不能被他的结界困住，否则会被持续冰封消耗。绝挡住！武灵金石赢，金土玉灵光防御果然强劲，火灵也能勉强抵御极寒，但结界内的温度越来越低，冰封特效和水汽腐蚀都在持续消耗我的生命值，防御盾消耗也很大，得尽快打破结界，寻找反击机会。不能一直被动防御。武灵雷锋覆天，武灵金雷破！破冰与抗寒协同，既能驱散冰雾，打破冰层，又能攻击它的本体。金丹后期的力量果然强劲，再加把劲儿，就能打破它的结界，发起致命反击。同时要注意节省灵气，应对后续的终极技能。寒雾锁灵，冰封禅。强化版冰系抗性在逐步激活，金雷能快速破冰破雾，它的攻击越来越凌厉，还夹杂着水系腐蚀，必须尽快压制它的妖力，不给它释放终极技能的机会，否则我会被彻底冰封。武灵金雷破，金丹光波复。不可能！灵气在共鸣，冰系灵气能激活我的冰系抗性，玉灵晶与金丹碎片也在助力，这是突破到金丹圆满的契机。只要突破，就能解锁金丹终极神通，彻底破解它冰系技能与水系腐蚀，击败冰翼，结束第13层的挑战，同时解锁更强的冰系抗性，应对后续的极寒挑战。冰封天地绝，冰冷天射灭。金丹突破，圆满进阶，终极神通全开，成了！突破到金丹圆满了，冰系抗性全面激活，还能抵御水系腐蚀，终极神通的威力也超出预期，这下就能彻底击溃他，结束第13层的挑战，还能获得他的掉落道具，为后续挑战铺垫。金丹武灵绝杀，武灵冰雷破！终于击溃他了，金丹圆满的力量果然不同，冰系抗性也能完全违御他的极寒与水系腐蚀。第13层的挑战，我做到了。这就是冰仪的掉落道物吗？冰灵晶洪荒水系符文碎片，应该能帮我进一步强化冰系抗性，还能为后续解锁水系相关能力铺垫。看来这次突破不仅进阶金丹圆满，还收获满满。冰灵晶的力量果然强劲，能进一步稳固我的金丹，强化冰系抗性。有了这些道具，后续面对更强的冰系水系敌人，我也能从容应对了。现在该准备前往第14层了。秘境异洞，这应该就是通往第14层的暗门了。看暗门的符文，第14层或许也和水系、灵域有关。
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和挑战，但我已经突破金丹圆满，有足够的实力应对。第14层，我来了。无论遇到什么挑战，我都会全力以赴，继续突破，解锁更强的力量，早日出万妖塔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好炙热的气息，还有诡异的黑暗妖物，这就是焚天岩谷。祝融弟子的火系加黑暗系妖力好强。我的冰系抗虽然能抵御部分火系攻击，但黑暗妖物能腐蚀灵气，必须小心应对，不能被火焰灼烧太久。焚天炎火炭，武灵冰玉强，武灵水玉寒，果然是焚天炎焰。还好冰系加水能抵御灼烧，但黑暗粒子会腐蚀我的灵气屏障，持续扛火会消耗大量灵气，必须节省灵气，寻找反击机会，利用冰火相克的原理突破他防御。炎魔重击技，黑暗妖物扰。炎魔重击加黑暗妖物，双重伤害。风灵能提升我的闪避速度，冰水解燃能破解火焰，只要避开重击范围，不被妖物腐蚀灵气，就能找到反击机会，不能被他的节奏带着走。武灵冰雷足，武灵金雷破。找到了，冰雷能同时破火抗腐，既能破解他的防御，又能驱散妖物。他的炎火防御层虽然坚硬，但只要持续发力，就能打破他的防御，占据主动。同时要节省冰系加水系灵气，抵御后续的高阶技能。黑暗炎爆防御，看你怎么破！是黑暗炎爆，焚灼与腐蚀双重致命，必须以金丹灵光联动冰水土全力四方，一旦被击中，灵气必被彻底吞噬。爆！冰水土联动防御果然强劲，冰雷也能抵御妖物，但气浪的灼烧与腐蚀还是在消耗我的灵气，防御盾消耗也很大，得尽快打破它的防御层，寻找反击机会，不能一直被动防御。否则灵气会被耗尽。武灵水冰覆天，武灵金雷破，冰火博弈，水冰解燃，金雷破防，这样既能破解他的火焰，又能攻击他的本体。金丹圆满的力量果然强劲，再加把劲，就能打破他的防御层，发起致命反击。同时要注意节省灵气，应对他后续的炎魔附体。黑暗腐蚀强，炎魔附体是强化版的黑暗腐蚀加炎魔附体前兆，不好，他要开启炎魔附体，到时候战力完成前，否则会更加的被动。冰系加水系抗性一定要稳住，不能被腐蚀耗尽灵气。武灵冰雷足，金丹光环全力输出，一定要在他炎魔附体前打破防御，只要打破防御，就能直击本体，击败他，获取元婴相关道玉，为后续突破元婴铺垫，不能让他的计划得逞。炎魔附体开！炎魔附体已触发，战力大幅提升。我以金丹圆满之力，配合武灵联动与冰水系抗性应对。此亦为突破元婴的关键节点，需全力稳定输出。焚天炎火，夜炎魔重击碎！武灵御风闪，武灵冰雷阻。他攻击越狂暴，妖力消耗越快，炎魔附体时限有限。我稳住节奏，规避致命伤害，等其力竭再反击。金丹终极神通，武灵金丹破焰！终于击败他了。祝融弟子的实力果然强劲，还好我借助武灵联动与冰系加水系抗性，撑到了最后。灵气消耗很大，但收获一定不小。这些道具应该能为我突破元婴提供很大帮助。火纹腰带，还有这么多元婴相关道具，元婴稳固丹、元婴滋养材料，有了这些，我突破元婴期的希望又大了一分。先巩固境界，吸收道武能量，为后续突破做好准备。接下来就是第15层了。岩谷又移动了，这应该就是通往第15层的暗门。看着土黄色灵光和符文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万古荒原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第15层，万古荒原，后土师徒，我来了。有了这些元婴道品和金丹圆满的实力，我一定能顺利通过，距离突破元婴走出万妖塔又近了一步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
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比1文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好厚重的土系妖力，还有诡异的黑暗气息，这就是万古荒原后土师徒的实力比祝融弟子更强。元婴中期的压迫感果然不一样，我必须小心应对，不能被骸骨穿刺到，也不能被黑暗妖力持续腐蚀。骸骨千刺探，果然是骸骨操控，还好金系能击碎骸骨，雷系能驱散黑暗雾气，但他的技能范围很广，持续攻击消耗大量灵气，必须节省灵气，寻找反击机会，利用金系破防的原理突破他的土系防御。黑暗噬灵扰，骨血缠，黑暗赤灵加骨血干扰，双重消耗。金丹灵玉能稳护灵气，雷系能驱散黑暗粒子，只要稳住灵气，不被腐蚀持续消耗，就能找到反击机会，不能被他的节奏带着走。找到了，金土加金雷能同时破土抗暗，既能破解他的防御，又能驱散土雾与骨血。他的土雾防御层虽然厚重，但只要持续发力，就能打破他的防御，占据主动。同时要节省金系加雷系灵气，抵御后续的高阶技能。不好，他要释放古灵护盾加强化版骸骨千刺。古灵护盾防御极强，骸骨千刺范围更广，威力肯定很大。我的金系雷系虽然能破防，但还是要全力以赴，用金丹灵光加金雷加火联动破防，不能被他的护盾困住，否则会陷入被动。金雷火联动破防果然强劲，虽然能在护盾上打出裂痕，但古灵护盾的防御还是很强，骸骨穿刺也很密集，灵气消耗很大，得尽快打破他的护盾，寻找反击机会，不能一直被动破防，否则灵气会被耗尽。破防反击，金雷炸盾，金土裂骨，这样既能打破他的护盾，又能攻击他的本体。金丹圆满力量上后代腰带的加持果然强劲，再加把劲儿，就能打破他的护盾，发起致命反击。同时要注意节省灵气，应对他后续的万古咆哮。万古咆哮续，黑暗赤灵强。好强的干扰石灵也是升级了，灵气消耗太快，他这是在为万古咆哮蓄力，一旦释放，威力肯定难以抵挡。我必须守住防御，驱散妖物，稳住灵气，等他蓄力间隙发起反击，绝不能被声波打乱节奏。声波扰灵爆，声波防御强，武灵双重压制太棘手了。声波干扰让灵气紊乱，黑暗赤灵持续消耗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耗尽灵气。必须抓住他蓄力的间隙，用雷系灵光彻底驱散妖物，打断他的蓄力节奏，才有机会反击。武灵金雷火爆，武灵金土裂，有效，打断他的蓄力节奏了。虽然只是短暂的间隙，但只要持续反制，驱散妖物，就能彻底打乱他的计划。就算他暴怒反扑，我也能凭借防御守住。只要再坚持一会儿，就能找到他的弱点，发起致命反击。万古咆哮灭！金丹灵防御绝，好强的万古咆哮！三重冲击快要撑不住了，灵气消耗太快，元婴雏形的灵气也在快速流失。但我不能放弃，等他大招威力减弱，就是我反击的最佳时机。一定要击碎他的古灵护盾！金雷火轰！金丹终极神通，武灵破障成了。击碎他的古灵消耗很大，他现在是反击的最佳时机。就算灵气所剩不多，也要乘胜追击，直击他的本体，彻底击溃他，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。黑暗后土爆，骸骨狂舞灭！武灵雷暗轰，金丹元婴引，他在拼尽最后一丝妖力，我不能输。元婴雏形的灵气还能支持一会儿，只要打散他的妖力漩涡，击溃骸骨风暴，就能彻底终结他。哪怕灵气耗尽，也要守住胜利，为元婴间接做好准备。赢了，他的妖力彻底枯竭了，我终于击溃他了。虽然灵气耗尽，但元婴雏形的灵气得到了淬炼，只要拿到掉落道具，就能顺利进阶元婴。这段对抗值了。这就是后土晶石和黑暗晶石，有了这两枚晶石，再加上之前拾取的元婴滋养材料，我就能顺利进阶元婴了。灵气正在慢慢恢复，等恢复一些，就前往下一层。不知道第16层会是什么挑战。灵气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元婴雏形也变得更加稳固。有了这些道具，进阶元婴指日可待。第16层的暗门已经出现，看这气息，应该是灵犀古灵。不知道白泽的实力如何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比1文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洪荒神兽白泽，木系治愈专长。我尚在金丹圆满，不可硬拼。先以武灵试探，饲养金丹内元婴雏形，为后续晋升铺垫。小辈擅闯万妖塔第16层，当接我一招，体会木之生机。武灵金藤，嚯！灵木结界，看你如何破解。金雷火联动，必破其结界，干扰他的治愈。武灵金雷火，破！木之生机，生生不息。武灵雷灵，饶！洪荒之力，灵犀崩山，万木生红魂，生生不息。好强的眩晕力，金丹内元婴雏形要撑不住了，必须借助后处晶石。元婴成！恭喜宿主突破元婴1层。八天象地，武灵显，武灵回一，万法寂灭。待我破你洪荒神通！元婴起，还掌握了法天象地，洪荒之力，后土加持。原来这就是元婴的力量，这个法将太过于消耗灵力，下次要谨慎使用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轻易施展。小心，这股气息很强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比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小辈竟敢闯入雷暴穹顶，今日便让你尝尝雷神之威！天雷护持，受死吧！雷公战力远超我，必须依托武灵联动和白泽灵配，谨慎应对，绝不能急躁。徒劳挣扎，你的防御撑不了多久。好强的雷力，必须尽快破解雷暴区域。先试探一下雷暴区域的强度，不能贸然强攻，
保存灵气才是关键。武灵聚气，试探破界，不知死活！雷锤合击，看你还能躲多久！好快的合击速度，必须找准空隙闪避。竟然能吸收雷系气转化为自身战力，这是武灵体的新能力，太好了！这样就能弥补灵气消耗，更有把握对抗雷公了。武灵御雷，借力反击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！雷神吐息，看你还能硬扛多久！不能再闪避了，必须硬扛下来，守住防线。蝼蚁般的防御迟早会破碎，防护线快要撑不住了。武灵体再给力一点，白泽灵的灵气再快一点，我一定能扛过去。武灵护持，防护升级。武灵聚气，灵光剑进阶。灵光剑的威力提升了不少，应该能破解雷公的防御，趁胜追击。你的灵光剑竟然能进阶，不可能！雷灵护盾，防御，劈碎它！我的雷灵护盾免疫一切攻击，你休想成！再坚固的护盾也有破解的方法，持续强攻必能击碎。法相雏形的力量果然强大，只要再坚持一下，就能击碎护盾，重创雷公。法相蓄力，压制护盾。小贝，你彻底激怒我了！雷暴领域出斩，就让你尝尝被压制的滋味。在我的领域里，你的灵气只会越来越弱，最终沦为我的养料。好强的压制力，灵气都快运转不动了。反身就这么实暂时的，我必须抓住机会，用大招破掉他的领域，撑住武灵体，等灵气归位。放弃吧，你逃不出我的雷暴领域。疗伤丹起效，灵气归位，法相乾坤震雷，乾坤震雷果然能压制雷暴领域。雷公被逼出了雷锤荣誉的底牌，只要拖动这种积攒力量击碎领域，元婴的突破纹路越来越清晰，就快了。区区元婴1层就能压制我的雷暴领域，雷锤荣誉加固雷网，绝不能让这小威稳住阵脚。雷网反压，碾碎他的法相。乾坤震雷，持续施压，看你这雷焰网还能撑多久！不知死活的小贝，竟敢伤我雷焰网！雷锤反击，碾碎他的法相。雷焰网已经出现裂痕，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破狱。元婴的突破越来越近，不能分心。雷力加持，雷锤在攻，武灵护持，灵光格挡，武灵聚气，灵光剑再进阶。放我的雷暴领域，小贝，我要你碎尸万段！雷力全开，狂攻不止！雷网已破，要知道突破临界点，只要扛住这次狂攻，就能突破到元婴中期，到时候就能彻底打败雷公。元婴突破，中期成型，武灵之力，全力反制！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在战斗中突破？这不可能！老公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我不甘心，我乃洪荒雷神，怎么会输给一个小辈？武灵聚气，金雷破界，受死吧雷公！我的鳞片，小贝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已受重创，无力回天，放弃抵抗吧。大招威力远超预期，雷公竟重创，再补一击就能彻底击败他。我乃洪荒雷神，绝不认输！残雷爆发，同归于尽！垂死挣扎毫无意义。武灵补击，击碎残雷，损毁雷锤。不，我的雷灵锤没有雷锤，我怎么可能认输？雷公，你的战力已失，束手就擒吧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武灵五行乾坤归一，震雷天斩。雷公就此邪不压正，你恃强凌弱，今日溃败乃是必然。终于击败雷公了，元婴中期的力量果然强大。接下来拾取道具补充战力，为下一击做准备。雷公已灭，拾取道具稳固战力。雷神晶核效果极强，元婴与武灵体联动更稳定。雷神套装还能提升雷系抗性，为后续战斗铺路。灵气复原，战力稳固，该探寻下一段线索了。水系骑士，难道是下一个 BOSS？ 雷暴穹顶的战斗已经结束，没想到下一个对手会是水系的河伯碧水寒渊，看来又要一场恶战了。不管对手是谁，我都不会退缩。武灵护持，准备迎接下一场。敬请期待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碧水寒渊第18层，看来守护者就在这寒潭之中。外来者擅闯碧水寒渊，格杀勿论。果然是水系 BOSS， 妖气气场极强，必须先以土火灵体破防，再寻进攻破绽。武灵聚气，攻防布阵。水刃攻击力一般，土火防御足以抵挡，可趁机试探的攻击规律。
他开始动用阵法加持，攻击威力提升，必须节省灵气，等待最佳反击时机。就是现在，趁他被冲击波波及，全力反击，消耗他的妖力。水神虚影威力极强，长期拉扯会消耗大量灵气，必须尽快找到他的弱点——河伯本体。先以灵光刃牵制水神虚影，趁他无暇分身，再主攻河伯本体。得手了！持续攻击本体，瓦解水神虚影。咦？他的妖力已经消耗殆尽，再发起一次全力攻击，就能击败他，闯过这一层。第18层试验通关，暗门之后便是下一层试验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这里便是金陵神殿19层。这个金陵神殿殿果真是宏伟。来了，那15米的金光光团就是他的气息，8米高的身形，10米长的金翼，还有那把泛着寒光的金刃，压迫感比我预想的还要强。火木灵体快拧起防御，元婴做好调度，绝不能硬拼。等他先出招，外来者擅闯者死。看我大招金神降世威势！大招金刃裂空斩，受死吧！大招火木聚灵罩，附体！好强的金刃裂空斩，3到8米长的刀气裹挟着金系灵粒子，冲击力都被扫出我了5米刀痕，石柱都在晃。准住，灵粒子再聚一点，火木灵体全力围其胸罩，绝不能被这试探攻击击垮。我以武灵之力御空而行，平衡空中局势，以灵光弹凝聚灵能，稳固自身状态，稳步应对眼前局面。武灵御空，灵能凝聚，稳步前行。大招灵弹破金岩碎击，火木克金，我必破你！大招金气裂齿斩，不自量力！碰撞的冲击力好强，8米的爆炸光团震得整个神殿都在抖，我的飞行光团都在晃，灵力子也降到了5倍，还好震退了他。他的金甲灵光也暗了，趁这个歇息，赶紧补能，下一波反击要更猛，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。困你于金灵结界，看你如何破局！大招金灵困天结界！糟了，被他困在15米的结里流转，剑行到接仙妖力还是降到4倍了。防御光照的话，我得挥泪白丝天令传这种降到4倍，再耗下去就真的输了。休想困住我，我必破你结界！准备大招武灵聚气破界！找到了。
结界符文的破绽就在正前方。武灵体汇聚的10米灵体虚影，加上元婴的灵气加持，终于冲破了这金灵结界。你看他震惊的表情，肯定没想到我能破戒。趁他愣神的间隙，符能松懈灵粒子保持8倍，继续施压，不给他人喘息的机会。不可能，你竟能破我结界！金刃起灵，万刃归元。结界平复后，对方金系灵能大幅提升，手中金刃灵电环绕，灵能威压明显增强。我需稳固武灵护心罩，全力稳住自身状态，稳妥应对眼前局面。万刃归宗，碾碎你！武灵护心罩，撑住，我绝不会输！太恐怖了，灭灭归宗对我灵不息冰一日，快要撑不住了。灵体积长得太快，还好白泽灵被在全力补能，再坚持一下，只要撑过这一波，我就能找到机会反手围攻，绝不能前功尽弃。大招，武灵合灵技，破金刃，乘胜追击，绝不留情。知道了，被一击打到火，终于交人影了。可恶，你竟敢伤我！瑶，我定要你付出代价！乘胜追击，不能给他疗伤的急这一刀直击要害，彻底打破他的防御，赢下这场战斗。金刃起灵，灵能归序。灵刃呼应，五行顺合，对方金系灵能全力运转，灵能招式自然凝练。我以五行灵能平稳呼应，稳住自身节奏即可。他暴走了，妖力颗粒都长到1.2毫米了。我要你陪葬！大招！一刃灭世，暴走斩！休想！灵刃御敌，五行破金，好强的冲击力！15米的爆炸光团，震得神殿都要塌了。灵粒子降到8倍，我也伤得更重，但他石柱都被他撞碎了，金甲破碎，羽翼破损，妖力都快溃散了。他已经没力气反扑了，再加一把劲儿，就能彻底击败他。我不可能输，我是金神卢胜。五行之力破你暴走，你已经输了。灵能已归位，白泽灵配平稳补能，武灵与元婴灵能尽数汇聚。以五行之力圆满收官，稳固金灵神殿19层试炼成果。武灵元已成，五行归圆满。战斗结束了，虽然有些疲惫，但收获满满。吸收了符兽的金系妖力，还有这么多实用道具，我的灵气更加强盛了。金灵神殿19层只是开始，接下来还有更艰难的挑战在等着我。我得好好休整，养足精神，带着武灵体和元婴继续前行，闯出属于我的大道。休整完毕，下一层继续前行。这便是第20层元婴玄关，空间广阔，五行符文与灵柱气息磅礴，深处的身影应是上古灵将。此地可虚空穿梭。下一场考验更为特殊，我需让武灵体尽快适应多重属性环境。元婴玄关，上古灵将，下一层来了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元婴玄关，上古灵将，我来了。这就是元婴玄关，广阔的空间，五行符文阵，穹顶的灵光团，还有四处漂浮的五色灵粒子。这里的灵气带着多属性波动，上古灵将一定就在这儿。得让武灵体保持联动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攻击。来了，6米高的身形，五行战甲、五行战戒，还有背后的灵光炫影，他就是上古灵将化身1层的实力，气息比卢穰更复杂，融合了五行属性，这下不好对付，得小心应对他的每一招。外来者擅闯元婴玄关，此吾乃镇守此地之上古灵将，接我一招。技能五行刀气，好快的五行刀气，还能交织成攻击网。还好我能虚空穿梭，避开大部分刀气附带五行伤害。金系腐蚀，木系缠绕，绝不能被击中。灵粒子再聚一点，防御光照这么能送，随时准备反击。大招武灵聚气，灵光弹，雕虫小技，技能五行结界。他的五行结界好强，五色的灵光弹根本破不了，还被反弹回来了。结界表面的符文完整，里面的五行抗性肯定拉满，硬拼不行，得让龙灵探查结界破绽，找到缺口才能破解。破戒，武灵刃，裂界击。破戒成功，他彻底被激怒了，妖力浓度都翻倍了。这是他的五行巨灵重击，战歌汇聚了五行灵气，地面还有阵纹，威力肯定极强。我得全力防御，撑住这一波冲击。重击落地，看你还能躲多久！五行重击又如何？虚空穿梭，力气锋芒，好强的冲击力！五行掌印里的妖力还在干扰我的灵气恢复，道袍破了，还受了点伤，不能慌。灵妃子正在回升，借助虚空穿梭避开他的追击，找到机会就能反手围攻，绝不能认输。技能五行封禁，困死你！五行相生相克，我必破解。武灵解封破锁，还好破解了五行封禁，这锁链太难缠了。等等，这股灵气，玄关的五行灵气在疯狂向我汇聚，
还领悟了五行专属大招——五行天火术、五行万剑赋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大招，定能彻底击败他。五行大圆满达成，专属大招领悟完毕。今日便用这五行之力了结这场战斗。先从火系天火术开始，依次释放层层破防，定能击溃上古灵将。你的守关之路到此为止。有招雀灵卷挡五行天火术，休想击败我！五行护心，全力防御。血灵出五行天火术，密集火球破他防御。区火焰也想伤我？好，血灵引导的天火术成效，火球密集，刚好能消耗他的防御光照。虽然只是香微裂纹，但只要持续发力，再配合后续大招，一定能彻底破防。继续推进。龙鳞出五行万剑术，万剑齐发，破他防御。太好了，万剑术果然能破防。龙鳞引导的剑雨密集就锋利，已经划破他的战甲，防御光罩也濒临破碎。继续保持这个节奏，下一招用藤缚术限制他的移动，让他无法躲避后续攻击。木灵出五行藤缚术，缠他身形，吸他灵气。可恶，这藤条怎么斩不断？不藤不仅能限制住他的移动，还能吸收他的灵气，补充我自身，太妙了！他已经无法挣扎，接下来用龟灵的冰封术冻住他，再用熊灵的地刺术给予致命打击，一步步击溃他的防御。龟灵出五行冰封术，冻住他，让他无法动弹。不，我不能就这么输了！冰封术成功了，寒气冻住他，无法再挣扎，妖力也被藤条持续吸收，防御已彻底瓦解。接下来就是熊灵的地刺术，给予他致命一击，彻底击败他。熊灵出五行地刺术，破土而出，致命一击，终于赢了！五行大圆满的力量果然强大，五招联动，层层破方，彻底击败了上古灵将。这场战斗虽然艰难，但也让我对五行之力的运用更加熟练。接下来就是收取掉落物品，准备前往21层。这些就是核心掉落，多数仙人碎片和虚空领域，还有稳固境界的丹药。有了这些，我的实力一定能再提升一步。连续出席稳固丹好，能帮我稳固当前境界，为前往21层做好准备。不知道收满满，准备前往21层。21层的通道开启了，通道内传来强烈的毒系与黑暗系灵气波动，应该就是毒蛊炼狱了。九阴视图，毒系加黑暗系，听起来比上古灵将更棘手。不过我已经达成五行大圆满，还有新的掉落加持，一定能顺利通过。毒蛊炼狱九阴视图，我来了！无论你有多强大，我都能击溃你。踏入毒蛊炼狱就是新的挑战。九阴视图，毒系与黑暗系的结合，我必须小心应对，运用五行大圆满的力量破绽毒系攻击，继续前进，朝着更高的层数迈进。新的挑战开始了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验，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毒蛊炼视图果然镇守于此，毒系加黑暗系气息突擅闯者死。九阴视图，九阴视图，毒蛊炼狱7人行的压迫感远超预期。我来了！20级已过度使用五行术法，这级仅用1到2次试探即可，绝不能贸然浪费灵气，以免陷入被动。毒蛊千次，无视一切。虚空穿梭，防御，毒力强，不可硬抗。先以防御光照稳住身形，再用木灵藤缚试探这个毒力强度，避免盲目消耗灵气。木灵藤缚试探毒力，雕虫小技，不堪一击。木灵藤缚试探失败，木系本可克毒，却被瞬间腐蚀，这毒力远超想象。再试一次龙灵万剑符，无效便放弃五行术。龙灵出五行万剑术，九阴毒瘴吞噬一切。龙灵万剑术也无效，五行术彻底没用，再用只会耗光灵气，必须改用天地法相，以力破局。五行术已废，唯有天地法相能破局。纯粹物理力量，不受毒力影响，全力蓄力，绝不能被打断。五灵融合，天地法相，以力破局。找死！敢在我面前蓄力！法相成型，物理力量果然不受毒力影响。接下来乘胜追击，打破他的防御。天地法相，一拳破毒。不可能！你的力量怎么不受影响？他已被逼绝境，毒蛊重击是最后的反击，轻松破解，不给任何喘息机会。法相之力，势不可挡。毒蛊重击，同归于尽！我不甘心！毒蛊重击也无法伤我分毫，他已无反抗之力，准备蓄力终极一击，彻底击溃他。不堪一击，再无反抗之力。终极一击，彻底结束战斗。幸好及时改用天地法相，
否则必败无疑。这就是五行大圆满的真正力量。天地法相，终极一击，力破万法。不，九婴大人会惩罚你。终结，九婴仕途，溃败。我不甘心。胜负已定，他已无力回天，但其妖力未绝，恐有濒死反扑，需谨慎应对。再补一击，彻底终结。濒死仍不死心，竟敢做最后反扑，必须彻底锁死其妖力，不给任何节外生枝的机会，尽快终结战斗。拉你垫背。困兽犹斗，徒劳无功。残余妖力已彻底击溃，他再无反抗可能，只需最后一击，便可彻底终结，永绝好汉。妖力尽碎，再无反抗余地。九婴大人必为我复仇。终结九婴仕途，彻底消散。掉落物品全部显现，核心道品都在，快速拾取完毕，休整片刻，准备前往22层丹霞秘境，应对赤地使徒。拾取完毕，前往下一层。丹霞秘境，赤地使徒，火系加洪荒炎力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丹霞秘境赤地使徒，我来了！外来者擅闯丹霞秘境，必被炎火这一层是火系 BOSS， 金克木，火克水，水克火，他是火系，我正好用水技能打败他。归零水属性正是其克星，虎灵金系可助水势，先以水克火试他，再伺机破局，无需贸然释放天地法相。丹霞焚天剑，焚尽万物，虚空穿梭，归零防御。水克火果然有效，归零水罩能压制他的炎力，虎灵金系还能增强水势。接下来试着用普通水力反击。应该能打破他的防御。归零水力，试探攻击。普通水力也敢在我洪荒炎火面前班门弄斧，简直可笑！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炎火，是洪荒炎力加持的丹霞炎火。常规归零水力根本无法克制，反而会被直接抵消助燃。怎么会这样？水克火不该失效了。放弃抵抗吧！你的水力在我面前不堪一击。不可能，水克火没用，我一定能找到办法，必须想办法。水克火的道理没错，可为什么克制不了他的洪荒光景炎力？难道要提升水的威力？可我现在的水灵气已经是常态巅峰了。不躲了，被臭死吗？被逼到绝境了，普通水力没用，防御也撑不住了。对了，虽然融合有风险，但现在只能拼了。五行半水加五灵金生水，再加上元婴灵气，一定能借助碎片升级水灵气，打破炎火的克制。我不会输，被逼无奈，那就破局。水之碎片出来！成了，水之碎片果然有用。五行圆满加金生水加元婴灵气，成功升级水灵气品质，还领悟了玄冰天水诀。这股力量一定能克制他的洪荒炎火。水灵气升级，玄冰天水诀，领悟玄冰天水，破你炎力。可恶！我的洪荒炎火怎么会被你的水力克制？太好了，玄冰天水诀果然能克制洪荒炎火，寒气刺骨，正好压制他的炎力。接下来该我反击了。赤地炎盾，坚不可摧，看你怎么破！玄冰天水剑，破盾。赤地炎盾又如何？玄冰天水诀加金生水，足够打破你的防御。只要破了这面盾，你就再也没有依仗。炎灵召唤，围攻他！炎灵召唤不过是些小喽啰，玄冰天水的寒气正好克制这些炎灵，解决掉他们。接下来就是你了，雕虫小技，不堪一击。炎盾破了，炎灵也没了，你已经没有依仗了。乘胜追击，用玄冰天水诀彻底打败你，完成这一层的挑战。炎盾已破，你已无力回天，被束手就擒吧！我不会输，赤地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丹霞炎爆！玄冰天水屏障，终极技能，威力果然强大，必须守住屏障。只要挡住这一击，
他就彻底没力气了。终于挡住了，他已经耗尽眼力，看你如何抵挡。结束了，玄冰天宇，呼风唤雨，万千玄冰龙卷入，席卷全场，冰刃铺天盖地，无孔不入。这股力量碾碎你的洪荒眼力，终结你！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法术？赤帝大人，我辜负了你呀！拾取完毕，稍作休整。战斗结束，拾取道具，稍作休整，平复气息，应对下一层挑战。下一层就是幽冥寒渊，冥神视图，黑暗系加水系，和赤帝视图的火系完全不同，又是一场硬仗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无论遇到什么，都要全力以赴，顺利通关。休整完毕，幽冥寒渊，冥神视图，我来了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外来者擅闯幽冥寒渊，必被黑暗与寒冰吞噬。幽冥寒渊，冥神视图，我来了。幽冥冰刺，血灵元系果然能克制他的黑暗颗子。幽冥冰刺速度慢，需借助龙灵闪避，同时用虎灵金系寻找反击机会，不可急于求成。不自量力！金克水，炎克黑暗，两者结合，一定能打破他的防御。趁他技能衔接间隙，继续反击，不给其喘息之机。金炎结合，破你水幕！被冥魂吞噬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好强的灵魂被攻击，不源于发力，雄灵加固防御，只要撑过这波，就能反击。我不会被打败的。原来如此，归灵纯水可中和黑暗妖力，金生水炎克暗，三者结合就能破解他的冥魂噬灵。接下来该我反击了。嚯！以水中和，以炎击溃，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！不可能！你怎么能破解我的冥魂噬灵？被冰封吧，永远困在幽冥寒渊。这点困不住我。幽冥冰封，寒气刺骨，冰层坚硬，不能硬拼，得用雀灵炎系融化冰层，同时用灵虚空穿梭挣脱，再找机会反击。挣脱冰封了，五行灵气结合，威力倍增，趁他虚弱，持续压制，彻底打败他。挣脱冰封，五行齐发！可恶！我不会输的！我要将你彻底吞噬！幽冥冰刺，黑暗水幕，冥魂噬灵，齐发！徒劳无功，你的技能伤不到我。拼死反扑又如何？我的五行防御足以抵挡你的所有技能。等你灵气耗尽，就是我打败你的时候。我不会输的，冥神大人会为我报仇。灵气耗尽，你无力回天。你的灵气已经耗尽，这场战斗该结束了。五行光刃，终结你！五行灵光刃，冥神大人，我不甘心！重创他了，再加一击就能彻底终结他，不能给任何反叛的机会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胜负已分，安息吧，灵光爆裂！终于打败他了，幽冥寒渊这一层通关了。幽冥水杖碎片和幽冥护符正好能用，炼虚后期稳固丹也能为突破做准备。休整片刻，前往下一层，收获不错。幽冥寒渊通关，青木神林，我来了。下一层是青木神林去蒙，木系 BOSS， 正好与幽冥寒渊的黑暗水系相反，需调整策略，以五行相生相克应对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去芒炼虚巅峰。去芒炼虚巅峰木系家治愈难产，周围灵木似在为他功能。擅闯青木神林，虎灵主攻雄灵防御，龟灵收水器。先以虎灵试探，观察灵木与他的关联。青木神印，竟有如此充沛灵气！炼虚巅峰的木系攻击果然凌厉。龙灵主导五行剑术主攻，雀灵辅助，务必守住防御，全力反击！五行万剑术，巨蟒治愈。不可能！为何你的灵气始终充盈？五行天火术，不对，刚将他压制，竟能瞬间恢复灵气，这治愈速度远超寻常炼狱修士，绝非单纯的治愈技能那么简单。万藤噬灵，原来灵木会协助五行万剑术，战藤！原来如此，我的灵气被灵藤稀释，再通过灵藤传给灵木，最后供给巨蟒，灵木才是他灵气源源不断的关键。先破藤，再断灵木供能。五行藤术术，五行万剑术，破藤！破藤成功。当务之急是清理所有灵木，切断它能来源。没了灵木供能，它的治愈和攻击必然大幅削弱。接下来清理灵木，断你功能。你敢断我功能？断功能，困你身形。今日便彻底击败金系结界。急！灵木已清理干净，金系结界也已成型，它的气息果然持续衰减。接下来就是全力击溃它，不给任何喘息机会。金克木，火铸金，玄冰天水诀大范围控场动物灵，用五行万剑撞五行天火术，玄冰天水诀轮番大范围攻击，持续消耗它残余灵气，不给任何恢复的可能。玄冰天水诀五行天火术轮番大范围攻击，看你还能撑多久？不可能！我乃青木神，怎会败于你手？青木灵光，万藤噬灵，徒劳无功。他已油尽灯枯，残余灵气不足30%，无需再留余地，凝聚终止大招，一击终结战斗，铺垫终局，一击必杀。五行破灵刃汇聚五灵与元婴之力，这一击彻底了结他。中族大招五行破灵刃蓄力完毕，一击终结。五行破灵重创于你，最后一击终结。重创已成，他已无任何反抗之力。最后一击彻底终结，结束这场战斗。终于结束了。战斗落幕，灵力消耗巨大，先调息稳住伤势，再收取掉落道具，为后续休整做准备。道具入手，伤势已彻底愈合，灵力也基本恢复，休整完毕，可前往下一层。这气息灵力霸道，是金系加雷系，下一层的挑战必须提前做好万全准备。仙雷秘境，金神雷石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这就是金神雷石，气场强悍，雷光充盈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必须全力以赴，谨慎应对。擅闯金雷秘境，速速退去！金神雷石阻碍我前行，唯有一战。金雷斩，来得好！BOSS 瞬移速度极快，攻击凌厉，不可有半分大意，需以瞬移腾闪应对，寻找反击机会。空中地面切换攻击，消耗其技能冷却时间，趁机破其雷阵。金雷漫天，破你这雷阵，易如反掌。近身缠斗比拼速度与力量，需稳住节奏，不可急躁。缠斗无益，速战速决。金雷斩，金雷漫天。空中地面切换攻击，消耗其技能冷却时间，趁机破其雷阵。破你这雷阵，易如反掌。金雷附体 ，BOSS 竟能强化自身，雷光更盛，需全力应对，不可大意。附体亦无用，给我破！
金雷漫天。雷阵包围不足为惧，瞬移突围，反手为攻。这点小阵困不住我。反手为攻，金雷斩，气急败坏，只会更快败亡。BOSS 妖力已出现消耗，雷光渐弱，继续以瞬移腾闪应对，稳扎稳打。金雷斩，高频瞬移对抗，比拼的是速度与灵气调动，绝不能落下风。BOSS 妖力已出现消耗，雷光渐弱，继续以瞬移腾闪应对，稳扎稳打。气急败坏，只会更快败亡。银雷漫天，银雷斩。BOSS 妖力消耗巨大，瞬移变慢，再加一把劲儿，便可逐步压制。妖力耗尽，你已无力回天。银雷漫天，濒死反扑，正好一举终结你。终结！BOSS 已无力格挡，再补一击，以彻底终结。最后一击，了结你！终极一击，彻底终结，攻破金雷秘境，金神雷使的执念到此为止。金神雷使已彻底终结，金雷秘境攻破，休整片刻，前往下一层。状态恢复，前往鸿蒙秘境，应战鸿蒙道童。鸿蒙道童气息远超金神雷使，下一场战斗必将更加艰难。鸿蒙道童，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凡人止步于此，鸿蒙秘境非你能闯。超子亚超上一层，灵光纯粹无杂，应是纯五行属性，未察觉雷锋气息。先以五行术法试探虚实，不可贸然动用雷锋灵气，避免过早暴露底牌。五行冲击，它也是纯五行属性，灵气纯度与威力和我相当。五行斩！发血战太消耗灵气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必先耗尽灵气。BOSS 依托秘境灵气，消耗比我小，得想办法打破僵局。五行封禁。灵气消耗太快，再僵持下去必败无疑，得寻找突破点。五行漩涡，纯五行对抗引尽它部分灵气，现在正是试探雷锋属性的最佳时机。先从单一属性入手，看看克制效果，不可贸然释放复合技能。五行风击，接下来先用风属性技能试探，再用雷属性。逐步摸清克制规律。锋刃斩，试探1、2。风属性果然能克制他的五行防御，虽未穿透，但已能震乱其灵气。接下来用雷属性试探，看看效果是否更显著。循序渐进，避免消耗过多灵气。雷弧冲击，再探虚实。雷属性克制效果更明显，能直接震乱他的灵气核心。风属性侧重切割防御，两者结合，
必能彻底打破他的五行防御。接下来再用一次风属性试探，便可以释放风雷结合技能。雷锋单一属性克制效果显著，他的防御已濒临碰踩，时机成熟。接下来释放风雷结合技能，彻底打破他的五行防御，掌控战局主动权。雷锋兵刃，破你防御！风雷结合果然威力倍增，一举打破他的五行防御。接下来继续释放风雷结合技能，持续压制，逐步耗尽他的灵气，不让他有重组的机会。五行斩，他已是强弩之末，残余反扑不足为惧。风雷结合技能压制，再用一次风雷合击，彻底击溃他的灵气核心。风雷合击，再压一城。灵眼，风雷压制见效，乘胜追击，不给其喘息之机，尽快击溃他的灵气核心。风雷锁灵，寸步不让。灵气大风筝，三系灵气汇聚完毕。雷锋与鸿蒙破，今日必破秘境守护。三系灵气聚，雷锋与破鸿蒙，雷锋与鸿蒙破，去！鸿蒙灵瞳已被击溃，核心道具入手，灵气恢复尚可。下一层需做好万全准备。26层已过，鸿蒙灵瞳伏诛，核心道具入手，下一层秘境定有更强大的挑战。我必全力以赴，稳步前行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警惕凝重，擅闯毒焰炼狱，唯有化为毒火养料。九婴，阻碍我前行，唯有一战。九婴毒焰喷吐，看你往哪儿躲！一位猛攻，只会徒耗妖力。九婴攻击连贯，需以瞬移拉扯消耗其体力，不可硬拼，找准间隙反击。九婴分身为上，看你插翅难飞！分身牵制，本体偷袭，雕虫小技。不知死活，今日必让你化为毒泥！夹击又如何？看我逐个破解！近身缠斗需灵活拉扯，破解分身与本体夹击，逐个消耗，不可急于求成。毒焰领域，焚尽一切，看你如何破狱！毒焰领域虽强，但有破绽，以瞬移拉扯消耗领域威力，再趁机破狱反击。领域有破绽，拉扯消耗必能破之。毒水滔天，看你往哪儿躲！九阴借凶水之力拉扯消耗，我便以水治水，同步拉扯反击，耗其妖力。以水治水，能奈我何？分身自爆！分身自爆牵制，本体偷袭，需以瞬移拉扯化解，再清理残留，不可为牵制。不自量力，分身尽灭，看你还能如何牵制！九阴妖力大减，连击节奏有破绽，以藤闪拉扯闪避，抓住九毒刺反击。妖力大减，连击亦有破绽，看我反击！我不甘心，就算反噬，也要拉你垫背。九婴已成强弩之末，虽疯狂反扑，但破绽百出，以压制性拉扯耗其最后妖力，待灵力子达峰值，便可终结。孤舟一掷，本信你我。
顽抗无益，你的末日不远了。九婴已是强弩之末，孤注一掷亦无用，稳步压制，待灵力子大峰值，终结此战。我乃洪荒凶兽，怎会败于你手？穷途末路，不必挣扎，接受终结。九婴已无反抗之力，灵力子已达峰值，时机已到，释放终结术法，终结此战。我要拉你一起陪葬！疯狂无用，你的覆灭已成定局。万雷焚天诀，终结！不！九婴已灭，此战告捷，继续前行，突破更高境界。九婴毒牙、毒焰护腿，皆是不错的战利品。秘境出口就在前方，继续前行。碧水令牌，洛神印记，门后便是碧水神宫。看着灵气波动，洛神的实力恐怕不逊于九婴，需谨慎应对。碧水神宫洛神，看来下一层又是一场硬仗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此神气场内敛却强劲，身形高达7丈有余，远超于我。周身萦绕碧水灵气与朦胧雾气，绝非常水系大能。方才那股朦胧感，怕是暗藏幻术干扰，需诚心应对，不可贸然进攻。先观察其招式，再寻破局之机，借助身形迷巧规避其正面压制。碧水洛神舞，水刃幻影，看你如何破解。洛神水系强悍，雾气为幻术，还衍生木系幻影，需以雀灵灵焰破幻，雄灵土系破水，金刃克木青幻影，借灵巧身形拉扯，不可硬抗。就这点力道，也想破我碧水结界？结界防御极强，雾气干扰视线，灵焰可削弱雾气，雄灵土系可破水。先以灵焰灼烧破幻，再用土金双系合力破防。结界一线缺口，灵焰可克制雾气与水灵，雄灵土系可困固水灵。破水，趁势突破结界，直面洛神本体。水灵引路，困其身形，看他还能撑多久。幻水吞噬，深海幻境，让你永世沉沦。幻水吞噬威力极强，灵焰可破幻境，护灵金刃可斩木系虚影，雄灵土系可破水，需先轻雾复明，斩出虚影，再寻反击之计。不知天高地厚，看我虚影困杀你！虚影受雾气与木系灵气操控，灵焰可击溃虚影，清散雾气；金刃可斩木系虚影，用封印术牵制，再以灵焰加金刃清剿，逐步消耗洛神灵气，伺机用土系破水。结界已破，洛神灵气大损，土系刃芒可精准破水，乘胜追击，不给其喘息之机，逐步击溃本体防御。即便结界破碎，我也不会让你轻易得逞。碧水幻境，你竟能彻底破解！终极幻术已破，洛神灵气耗尽，胜负已定，只需最后一击，便可击溃其本体，完成击杀。我不甘心，碧水神功绝不能毁在你手中。洛神已是强弩之末，不可给其反扑之机，凝集五行分身，合力一击，彻底击杀，破解所有幻术与水系威胁。五行合为，火破幻，土克水。洛神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分身合为，火破幻，土克水。洛神防御已破，只需合力一击，便可彻底击杀，结束战斗。洛神已是强弩之末，最后一击，彻底击溃其妖力，完成击杀，夺取核心掉落。碧水神功
终究还是……碧水神宫之战胜，洛神已除，碧水神宫之战落幕，收取掉落，稳固境界，继续前行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比1问原上古龟商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10组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验，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先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。这里是云层之上，无地面依托，风伯周身黑风凌冽，还带着黑暗妖力，身形比我庞大，先稳飞行藏态，不冒进，悄悄出土灵铺垫厚度，摸清他的攻击节奏，再用巴西技能针对性破解。覆水琉璃盾，就这，黑风刃快是快，妖物也扰人，但威力一般。我守好防线，偶尔反击试探下就好。烈雷丁子刃，金雷双系。不对劲，他的黑风窝吸力越来越强，还在提速，得赶紧用雷刃破了妖物，再用木藤缠住他的风翼，不能让他再长势。3系联动，放！还玩起结界和分影，想牵制我？先强化雷刃破了你的分身，再砸了这破结界，看你还怎么躲！八系元婴法相，激活！居然开了法相，这黑风吞噬窝威力不小。我的八系灵光爆能对冲，但必须找准他法相的核心破绽，不然打不痛他。青木镇灵，雷金破方！他法相已经破防了。正好用青木藤吸他妖力，雷金刃专攻核心，不给任何反破的机会。他胸口核心有破绽，灵气界快耗光了。等我开法相缠住他的风翼，精准砸向核心，就能结束战斗。八系天地法相，全开！我的法相一开，他的风翼也被锁住了，稳步压制就好。慢慢耗，等最佳的破核时机。他已经撑不住了，强弩之末而已。继续施压，再逼近一点，就能彻底碰到他的核心破绽。他的法相快散了，趁现在聚集所有灵气，一刀劈碎他的核心，彻底终结这场打斗。破绽已现，雷金破核！他的核心破绽就在眼前，我也蓄满了灵气，这一击下去，就能彻底击溃他的法相。八系终极灵光爆，破！这次打斗，我靠防御反击摸清了风伯的弱点，借着武灵体和元婴的联动破防压制。核心就是不急躁，找破绽，精准出手。接下来要优化技能组合，强化八系元素的协同，为下一层土系试炼做好准备。29层顺利闯过，土系灵气也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踏入30层，迎接土系试炼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
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擅闯土系试炼，速速退去！土灵试探来得好，这是后次初次试探，必须精准格挡，同时摸清他的灵性气运转节奏。土系防御随后，但木克土是天然克制，龙鳞生水，水生木可增幅木系为例，正好趁机牵制他的土灵障，看他如何应对。土灵阵果然，后依托地地形有抗性，不可急于强攻，继续试探，找到他灵气衔接的薄弱点。岩石壁垒，看你如何破解我的土系防御。岩石壁垒随后，但木能破土，雄灵加持木系，再加上龙鳞生水辅助，只需集中木系灵气便可穿透。星木禅，土灵玉，岩石壁垒，土灵禅，木灵解，水生木，雷禅藤，土灵盾，土灵冲，土雾迷障。土雾迷障干扰灵气感知，还有土灵虚影干扰，必须先驱散迷障，才能继续试探。木火双灵可破土雾，雀灵生火，雄灵生木，正好协同驱散。灵散雾，灵光破虚，迷障已破，他的干扰手段无效，继续试探，摸清他的灵气运转规律。青木禅，后土微玉提，看你如何。系灵气增幅，防御提升，但木破克土核心不变，龙鳞生水，雄灵生木，木助不可破此域。土灵固玉，微玉防御果然劲，不可强行破域，先撤，整理对策，准备大招对决。后处的防御极强，土系技能依托地形增幅，试探下来，他的灵气释放成后，胸口的土系经典灵有0秒动屏光暗淡，才会5中心火汇报，找连接协同同放弃于寻感，需用分工弓箭的应对，对策已定，准备迎接他的大招，顺势反击。他似乎找到了我的在拖延，只能释放大招，全力压制。大地之怒，万土归宗。五行归一，木雷破万防。后土降世，领域全开。行巨灵，发系归宗。发系分光，各破其防。土灵之锤，毁天灭地。五行巨灵，灵光为盾。土灵固气，破绽已现，灵气断层持续延长，这是击败他的唯一机会。集中全部灵气，联动五灵体，发起致命一击。八系巨灵，木雷终极破。不可能，我乃红霜地母，怎会败于你手？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
终于现身了！闯入者死！雄灵，混沌符术，木雷破术，混沌古戒，五行破戒，盘古分身围杀！受死！木雷瞬间斩，周身水泽凝刃，入道灵斩，法天象地，盘古法天象地。灵体合击，混沌终结！破绽在此！不可能，我的防御无人能破。锁定破绽，一击必杀。休想突破我的防御！五行巨灵，木雷，混沌固界，坚不可摧。肉身秘技新相对，混沌秘境31层。破！31层已过，下一层。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比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混沌秘境32层，鸿蒙天地，果然气场磅礴。其出场便自带混沌威压，需谨慎应对，不可大意。擅闯混沌神坛，蝼蚁也敢与鸿蒙抗衡？试探虚实，以木雷术破其混沌气，稳步推进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木雷破混沌，灵光震鸿蒙，混沌乱舞灭灵。五行护盾，固若金康，反弹其力。五灵齐攻，万箭破防，复我鸿蒙。放肆！看我破你灵体连宗！
弱点已找到，瞬移突袭，直击胸口核心。虚空瞬移，破！不可能！我的鳞甲！已破防 ，BOSS 妖力紊乱，趁势追击，不可给其喘息之机。或你防御，终结你不过举手之劳。法天象地，武灵共鸣。大招蓄力，带起力竭，一举破之，终结混沌。其攻势凶猛，以五行盾硬抗，借反弹旋反击之机，不可大意。五行护盾，固若金康，反弹蓄力，借反弹之力，以灵体大招牵制，寻其破绽，一击制敌。武灵奇功，万箭破防，再借一城。头观晶石乃其本源核心，击碎晶石，便可瓦解其妖力。找到你本源核心，今日必破。晶石乃其本源核心，直击此处，便可瓦解其妖力，终结此战。五行破灵，直击本源，瓦解妖力。我不甘心！鸿蒙天地，终结。鸿蒙天地已灭，混沌本源瓦解，此层之战落幕。鸿蒙晶石乃混沌本源所化，挟此之力，可于下一层秘境之险。混沌秘境层层凶险，下一层必是终极挑战，携晶石之力，必破之。下一层，混沌秘境，我来了！盼了这么久，万妖塔终极测试终于开启了。传闻这游戏的洪荒秘境1:1问元上古会伤场景 ，BOSS 更刻了盘古、共工等始祖级妖神，只要闯过33层，就能解锁修真终极境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走到最后。滴滴检测到玩家灵液基因绑定成功，神经接入稳定，即将进入虚拟游戏万妖塔。万妖塔顶层镇守，反闯塔者皆化飞灰。此界诸天挡不住我一斧。全域必杀避无可避，直接撑开诸天灵盾硬汉，第一步就必须站稳脚跟，绝不能落于下风。盘古开天，斩碎诸天。五行阵穷，诸天灵盾。混沌逆乱，诸天神光。纯硬扛防御撑不住连续大招，必须主动破局，用法身绕起节奏，突围控场，五行切换。诸天法身，盘古法身，诸天有序。外古虚影的法则气场极为厚重，单纯依托自身成绩难以持久，需即刻催动后土天平撑起全域防御，稳固自身灵能状态。万月阵势，万法不侵。混沌四象，锁死诸天，寸步难行。混沌吞噬，万法噬天。五行混元，诸天玉器。
天，灵气劲风。混沌裂空，双斧。他已经疯魔失阵，全靠蛮力法，没必要用借双斧攻势，先规避锋芒，稳住自身态势，等他攻势衰竭再反击。混沌向诸天斩身！鸿蒙护道，万法不侵。万灵雷狱，腾索混沌。混沌逆乱，禁锢诸天，灵气劲风。混沌逆乱，禁锢诸天，灵气劲风。五行千幻，万法牵制，破界而出。混沌五行，灭世神域。他耗尽本源开了领域，五行规则被强行扭曲，硬抗只会被压制死。先稳住自身灵气，等待领域破绽出现，再找机会突围。领域压制撑不住了，必须倾尽所有底牌，召唤至尊法相破局。这一击定要碾碎他的领域与反扑执念。武灵阵势至尊法相，行震天，灭世开天，斩碎中间。将制空当稍纵即逝，绝不能给他修复反扑的袭击。立刻用雷腾锁死他的四肢躯干，彻底断掉所有反抗可能。万灵雷狱，腾震诸天。混沌裂空，封魔灭世。他已经彻底封魔，招招都是同归于尽的架势，没必要硬抗。先灵活规避符气，等他气力透支，破绽再现。他右侧右臂是旧伤薄弱处，现在动作直指反应慢，瞬移绕后直击弱点，废掉他的发力手臂，彻底断了他的反扑资本。武灵圣剑，断丝绝杀。这是他最后的自爆式反扑，冲击力极强，立刻撑起灵盾，硬抗核心伤害，绝不能让他冲破包围圈。五行阵穷，诸天灵盾。破绽已经拉满，没有再等的必要。一剑崩碎斩阵，顺势重创他的本源弱点，彻底掌握阵局主动权。五行贯销，破阵绝杀。他已经彻底油尽灯枯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了。蓄力最终绝杀，彻底终结这场决战。垂死挣扎毫无意义，他连凝聚防御灵气的力气都没有。这一剑落下，便是万妖塔32层决战的终局，不留任何余患。防御彻底作废，附身崩碎便是他的终局。一剑落下，彻底斩断所有残魂执念。无形轮回，诸天绝杀。残魂还未彻底溃散，最后一丝本能还在反扑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蓄力净化与绝杀双重灵气，彻底斩断所有余患。最后一颗类似本源就在眼前，这一剑下去，残魂彻底溃散，万妖塔32层决战就此终结。五行轮回，诸天绝杀。